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每一天的时光都在悄然流逝，让我们珍惜当下，逐步充实自己。您可以凭借现有的自己获得幸福。今天我将为大家解读的书籍是《做真实的自己，获得幸福的习惯》。这本书介绍了许多基于全球幸福研究成果的方法和习惯。这些方法和习惯可以让您在保持真实自我的同时，获得幸福。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本书介绍的方法和习惯，您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幸福。在这里，我想明确一点，我们有权利变得更幸福。生活本应是轻松愉快的旅程，而不是痛苦的历程。许多人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忘记了这种快乐和幸福的生活的方式。本书汇集了全球研究成果，提供了许多科学的方法，帮助您重新发现幸福。让您内心的幸福之树开花吧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重点讲解本书中几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要点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关于如何在保持现状的同时获得幸福的4个提示；第二，关于通过5种习惯实现成为真正的自己并拥有幸福的目标。接下来，我将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讲解。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过以下这种感受：在忙碌的日子里，被工作、家务、社交媒体和人际关系所追赶，忙于应对各种事情，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日子就在这样的忙碌中飞速流逝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你有没有突然感叹今天什么都没做成？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？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？需要完成的任务堆积如山，工作的任务也很繁重，还可能担心某个人是否讨厌自己。在这种不断被各种事情追赶、充满焦虑的状态下，心情始终无法平静，仿佛每天都背负着沉重的负担。然而，生活本应是轻松愉快的旅程，我们应该欢快地前行。您完全可以以乐观的态度，自由自在地做自己，走自己的路，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。如果您觉得每天有太多必须要做的事让您感到痛苦，或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问题，难以解决，甚至怀疑自己能否获得幸福，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感受。真正的生活应该是轻松和愉快的，尽管问题总是存在，但我们有能力去面对，并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世界上有一门叫做幸福学的学科，旨在探索人们如何获得幸福。作者在研究中指出，实际上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培养出了惊人的幸福体质。每个人都有成为幸福的可能性，只是在繁忙的日子里，我们经常会忘记这一点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已经有了幸福的种子，无需过度担心。您可以在现有的状态下获得幸福。当我们还是婴儿时，我们无条件地信任父母和周围的人，他们无私地照顾我们。只要有您在，周围的人就感到幸福，而您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安全感。这就是我们天生的幸福状态。然而，随着成长，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和痛苦，人际关系可能变得复杂，我们可能开始对父母、老师等成年人产生反感，或者在就业、失业、失败、背叛等方面经历挫折。这些经历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，贴上了不幸的标签，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多么幸福。但是，请回想一下，您曾经完全幸福的存在过。现在不妨试着回到那个状态，重新找回自己的幸福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提及这些，回到过去对世界的纯真无知、幸福的感觉，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可能会觉得现在已经无法回到那样的状态。但是没关系，科学已经揭示了重新发现幸福、重拾幸福的方法和习惯。作者再次强调，您曾经完全幸福过，未来也可以重新获得完全的幸福。您只需意识到内在本来的幸福。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各种经历后，如果能逐渐放下不幸的习惯，我们就能慢慢地接近幸福。不要急躁，一边享受生活，一边慢慢变得幸福是完全可以的。首先，请停止给自己贴上不幸的标签。
拥有追求幸福的勇气吧。相信自己能够幸福，相信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幸福的。让我们从这样的想法开始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，对于您来说，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直截了当地问问大家，你们认为幸福是什么？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幸福可能是实现梦想，与所爱之人在一起，拥有充足的金钱，心怀宽容，享受平静，甚至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能够觉得这一生是美好的。对于每个人来说，幸福的形式可能都是不同的，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愿望，即使对于幸福的定义可能各不相同。然而，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，不知道对于自己来说，幸福究竟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达到幸福。他们可能会感到缺少某种东西，感觉内心不完整，怀疑自己是否幸福。这样的想法可能会困扰着很多人。作者指出，渴望幸福的愿望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幸福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已经拥有的幸福。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现有的幸福，我们才会渴望变得更加幸福。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，这种观点并不容易理解，但请不要将幸福看作是一种夸大其词的东西，而是考虑一下，幸福可能就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微小的细节中。研究表明，其实我们感受到幸福是非常简单的。当您品尝美味佳肴时，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；与好友共度时光时，笑容也会自然地绽放。清晨感受到醒来时的清新空气，深呼吸后感受到的爽快，以及运动后的愉悦感，都能让您感到满满的幸福。其实，幸福就潜藏在您的身边，通过一些简单的小事就能获得幸福感。其说要努力追求幸福，不如说是需要自然地感受幸福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培养对日常幸福的感知能力，是让您变得幸福的重要因子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己大概明白，但还是有些模糊，不太清楚具体该怎么做。确实，前面的内容比较抽象。那么，我们来谈一些更具体的内容吧。我想告诉您的是，要想拥有幸福的体质，有4个因子至关重要。根据作者们之前的研究，发现当满足了这4个因子时，人们会感到幸福。这4个因子包括尝试因子、感恩因子、总会有办法的因子、接受真实的自己因子。通过满足这4个因子，人们会感到幸福。然而，并不需要立即满足这4个因子中的所有，可以一步步来。现在，让我们逐一来解释这4个幸福体质的因子吧。首先，我们来探讨幸福体质的第1个因子，即尝试因子。这个因子实际上是指自我实现和成长的过程。比如，拥有一个大的目标，并确保这个目标与眼前的目标一致，然后努力学习、奋斗，不断成长。或许听起来有些艰难，但这里所说的目标和努力并非夸大其词。通过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你会感到满足，同时也会增加自信。想象一下，当您的努力获得周围人的认可，并转化为自己的自信时，你会感到非常幸福。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，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昨天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我们能够正视自己，与过去的自己相比，今天的自己已经取得了进步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继续探讨幸福体质的第2个因子——感恩因子。这个因子非常容易理解。比如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开心的笑容时，或者意识到有人真心关心着自己时，又或者在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时，我们会感受到感恩因子的存在。当我们的言行让别人感到开心或振奋时，我们也会感到非常快乐和幸福。同时，当我们思念和关心他人时，也会被温暖的感觉所包围。其实，当我们为他人付出时，虽然看起来是在为他人着想，但实际上也会对自己有所帮助。当我们能够感恩并表达感谢时，我们会感到幸福。让我们试着意识到感恩，并将其融入生活中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继续讨论第3个幸福体质的因子——总会有办法的因子。
这个因子实际上指的是乐观积极的态度。在生活中，持有乐观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如果您能够以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，即使面对各种挑战，也能够保持幸福。比如，即使遇到失败或者没有存款，但依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；又或者，即使经历了失恋，但相信下一个美好的伴侣就在前方。这种总会有办法的因子的乐观性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继续探讨第4个幸福体质的因子——接受真实的自己因子。这个因子意味着不与他人比较，坚定地拥有自我。对于充斥着各种信息的现代人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不容易获得的因子。您是否曾经看到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幸福的生活而感到羡慕，或者看到成功的人而自我比较而感到沮丧？但实际上，这些都毫无意义。真正的幸福是能够不受外界目光的束缚，以自己的步调追求幸福。那么您怎么看呢？我们已经介绍了尝试、感恩、总会有办法、接受自我这4个因子。这4个因子就像4叶草一样，齐备时，幸福就近在眼前。但不要急躁，即使您现在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因子，只要稍微调整自己的意识，每天都过得更加幸福都是可能的。首先，为了接近幸福，您需要这4个因子。知道哪个方面需要提升是很重要的。此外，除了这4个因子之外，您自己也想要过幸福的生活，想要找到幸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即使您现在不明白幸福的含义，或者找不到自己的幸福，也没关系，因为追求幸福的愿望本身就非常重要。想象一下，我想要过幸福的生活，我想要找到幸福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把自己的幸福放在首位是自私的，但实际上，关心自己的幸福并不是自私的行为。就像西方人，类似丹麦人或美国人那样，将自己的幸福作为人生目标是可以接受的。请别忘了，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。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幸福的重要性，您是否觉得对幸福的看法也在逐渐改变呢？接下来，基于此，我们将根据研究结果介绍一些实现幸福体质的具体方法和技巧。我想要详细解释第2部分如何通过5种习惯实现成为真正的自己，并拥有幸福的目标。或许我们一直把幸福看得太过重要了，又或许认为要实现幸福就必须被人爱、富有、达成目标、追求自我实现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或者过着无悔的人生等等。我们一直把幸福看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，但作者想要明确地告诉您，幸福并不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一种觉悟。幸福隐藏在日常生活中，常驻于我们的内心。在忙碌的日子里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幸福的种子，但只要培养发现日常小幸福的感知能力，您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每天都充满了满足。当您开始意识到生活中那些微小的幸福时，您就会逐渐走向幸福体质。实际上，您不需要特别做任何事情，就可以成为幸福的自己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能让你以真实的自己变得幸福的5种习惯。1. 降低合格标准，您将变得轻松。2. 像是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那样，当做每一天来度过。3. 通过与人的联系，重新感受到温暖。4. 提出3个梦想，无论多么微小。5. 探索最重视的价值观。以上5个习惯，您可以选择其中1个开始实践，让自己逐渐变得幸福起来。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解释每一个习惯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第1个习惯：降低合格标准，您将变得轻松。也许您曾经被人告知您太拼了吧，很多人会觉得您拼得过头了，但自己却可能并未意识到已经过度努力了。在自己的感觉里，或许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加努力，觉得自己的努力还远远不够，因此您不断地驱使自己，不断地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。请认真地思考一下，您的努力是为了感受幸福，还是为了逃避幸福？无论是在工作、学习、社交、恋爱，还是育儿方面，如果是出于热情和愉悦的态度去做，那就没有问题。即使忙碌，
也会被积极的情绪所围绕，处于幸福的状态。然而，如果您是出于责任感或者被迫去做那些您不想做的事情，那么您可能是一位工作狂，倾向于过度努力。这类人通常都非常认真负责，由于这种认真，往往会认为必须做好事情，必须努力去做，不过超越自己的承受能力去努力，这会让您越来越远离幸福。如果完全没有兴奋感，完全不快乐，只是出于责任感或者义务感去努力，那么您就是在逐渐远离幸福。我希望您能够适度降低对自己的要求，轻松一点，让自己更加愉快些。举个例子，您可能拥有各种成就和目标，但很可能您的目标设定得过高了。我们会认为只有实现了大目标才能变得幸福，但事实上，更幸福的是那些把目标设定得更小、更切实，并逐步实现并扩展的人。为了感受幸福，首先要避免设定过高的目标。比如，如果你想开始慢跑，最初可以从每天跑1公里开始，直到感觉不再吃力，然后再逐步增加到3公里、5公里等。关键在于逐步扩大目标范围。如果是减肥的话，不要立即设定1个月减5公斤的大目标，而是先设定1个月减1公斤，成功后再逐步增加到下1个月再减1公斤。这样逐步实现小目标并扩展的过程才是幸福之路，而不是设定了过大的目标之后半途而废，陷入自我厌恶之中。所以，请意识到这一点，通过逐步实现小目标并扩展来获得幸福。另外，在降低期望方面，不要总是追求100%，接受70%左右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。人们更倾向于以粗略的方式思考事物，这样更容易感到幸福。比如说，假设今天作者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，但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了，大致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后，决定将剩余的工作留到明天。即使不能完成所有想做的事情，作者也会积极地表扬自己今天也做得很努力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当天任务没有完成，导致需要加班完成工作，一些人可能会产生消极的想法。但与之相比，那些认为自己今天也已经尽力了的人更容易感受到满足。显然，相较于持消极态度的人，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幸福。尽管日本人普遍被认为是细心认真的人，但除了那些认为必须做到完美才能心安的人外，大部分人都会采用一种放松的态度，不必事事都做到100%。世上没有100%的事情，接受70%左右的结果就可以了。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重要，因为当您能够放下没关系的态度时，您的心情会变得更加轻松，你也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。此外，这种态度也在选择时非常重要，因为研究表明，选择太多的人通常会感到不幸。研究表明，在购买鞋子时，从30种鞋子里选1双和从5种鞋子中选1双相比，后者更容易感到幸福。虽然拥有多种选择看起来像是一种幸福，但实际上选择太多会导致我们迷失方向，不知道哪个选项对自己最好，从而让我们感到不幸。结果就是我们会陷入过度思考中，不知所措，甚至觉得选择变得很麻烦，逐渐感到筋疲力尽。您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比如去电器店想要买个电热水壶，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选择，不知道哪个最适合自己，结果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困境，最后感到非常疲惫。因此，当您需要做出选择时，与其纠结于哪个是最佳选项，不如做一个良好的妥协，认为这个就够了，会让您更幸福。如果我们过于追求完美，就会感到筋疲力尽。因此，不要过分追求完美，适度的完成任务，接受70%左右的结果，这种态度非常重要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解释第2个习惯，像是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那样，当做每一天来度过。尽管这听起来有些沮丧，但我们人类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死亡。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富有、多有权势，死亡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现实。很多人都会对此感到害怕，
甚至不愿面对。然而，正是对死亡的意识，让生命变得更加珍贵。您是否听说过“癌症的礼物”这个词？这指的是那些经历过癌症的人所得到的生命的礼物。经历过癌症的人会更加珍惜生命，他们在接受艰难治疗并感受到死亡的不安之际，通过深刻意识到生命、疾病以及周围人的存在和言辞，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以往未曾注意到的事物。当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就会对一切深表感激。这种瞬间的幸福感是非常巨大的。意识到死亡的人会发现景色有所不同，并且会得到极大的成长。所以，如果您能意识到自己可能只有1个月的生命，试着想象一下，你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。这样一来，你应该会更加珍惜每天随意享用的饭菜，更加细细地品味每一口。你也会更加认真地倾听家人或朋友说的话，同时也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，并开始更加重视他们。也许会发现，您开始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感受到那些全力以赴生活的时刻是多么幸福。通过意识到这些，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会开始变得更加珍贵。接下来，我想解释一下第3个习惯，通过与人的联系重新感受到温暖。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忽略与重要的人之间的联系。尽管周围有一些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，只要联系一下就能让我们心情愉悦，但在繁忙的日子里，我们却往往忘记了这种联系。因此，让我们通过与人的联系重新感受到温暖吧。给想见的人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，表达你想见他们的心情。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也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情。首先，让我们想象一下想要见到的人，可以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，最近没有联系的人，家人或亲戚，或者任何你想见到的人。一旦确定了人选，就立即给他们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吧。有时候，即使我们想见某人，也可能因为害羞、担心对方不回复或缺乏勇气而不愿主动联系。然而，研究表明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对于幸福感至关重要。因此，让我们鼓起勇气，直接联系那些我们想见的人。可以说些像“最近怎么样啊”这样的话，或者表达“我最近很想念您”之类的话语。尝试主动联系吧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不好的。通过联系那些我们想见的人，我们可以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另外，写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也是非常有效的。通过向别人表达感激之情，我们会感受到幸福。我们人类是通过表达感激之情来感受幸福的生物。各种书籍中都强调感恩的重要性。简单的表达感激之情就能大大增加幸福感。虽然只是在心里感激某人也会让我们感到幸福，但将这种感激之情写成一封信，会让我们更加幸福。写感谢信会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会对这种方式持怀疑态度，觉得只是写封感谢信就能让人感到幸福是否真实。但我强烈建议你们尝试一下，你们会发现，写一封感谢信确实可以让人感到非常幸福。此外，你应该时刻记得感激那些平日里对您关心的人，也许是您的父母、重要的爱人，或者那些总是支持您的好友。对于这些人，写一封感谢信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通常认为这些人会一直在身边，以至于我们很少对他们表达感谢之情。但实际上，当他们收到您的感谢信时，会感到非常高兴。看看会发生什么吧。即使不实际交给对方，光是写下感谢信这个举动本身也会增加幸福感。所以，即使觉得有些害羞，只是写下来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解释第4个习惯，列出3个梦想。无论多么微小，你们现在是否有梦想或目标？如果没有，作者建议您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梦想都值得拥有，因为有研究表明，拥有梦想或目标可以增加幸福感。虽然梦想或目标听起来可能有点遥远，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很快就能想到。您现在有没有想做的事情呢？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，都可以写下来。比如运动、音乐、学习烹饪、
学习语言、旅行等等，任何事情都可以。写下你想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还有更大的梦想或目标，也可以写下来，比如留学、结婚、换工作、做志愿者、成为演员、音乐家、作家等等。任何梦想和目标都可以。然后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和周围的人分享您的梦想。通过和他人交流，您的梦想和目标会更加清晰。所以，先从写下你想做的3件事情开始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解释第5个习惯，探索您最重要的价值观。您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如果有人问您，您能立即回答出来吗？希望您能够有这样的自信。通常我们很少思考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观，也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最看重什么。通过明确自己的价值观，您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幸福感。无论是诚实、善良、人际关系、工作、金钱、时间、家庭还是朋友，每个人看重的东西都不同。此外，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看重的价值观有很多，无法归纳为一条。但作者指出的是，找到对您来说最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是非常关键的。一旦找到了这个最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观，您就会明白活着的意义所在。虽然要明确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容易，但一旦找到了，您就会更容易理解自己为何而生。如果您觉得很难确定自己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，那也没关系。我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价值观作为例子，请思考一下哪些让你感到共鸣的爱、信任、人际关系、责任感、体贴、健康、成功、成长、挑战、乐观、自我导向等等。在这些例子中，如果有任何一项让您觉得特别有共鸣，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您的核心价值观。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容易，但即使只是稍加思考也是有益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让您更容易感受到满足感，并且更积极地追求前进。最后，希望这些分享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启发和改变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